那些年，每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会为我做任何事情。我以为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就能和你在一起，没想到你根本就不需要。那些年，每当我无助的时候，你总会第一时间出现。我以为我是你的守护者，没想到我只是一张创口贴。那些年，每当我为难的时候，你总会体贴地做我身后的男人。我以为我是你的另一半，没想到我只是一个没有称谓的过客。如今，我已从幼稚走向成熟，曾经与我擦肩而过的爱情，我想要和你重新开始。如今我已看清你的真实模样，曾经被你肆意挥霍的感情，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。掌声请出他们吧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4岁，来自哈尔滨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夏24岁，来自天津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还是那样一只箱子，两位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把秘密公开吗？我愿意。愿意。你是哈尔滨人？对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那段时间我在天津这边一个饭店上班，他放假的时候在我们楼下推销矿泉水，当时我去买了一瓶矿泉水，然后当时我还看他满头大汗，然后还送了他一包纸巾。当时感觉这女孩特别好，也是特别清纯，所以说也是对她第一面印象也比较不错。你看你都记得呢，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对我现在这样呢？主持人你知道吗？他以前真的对我特别的好，那个时候我们刚认识，然后我大学刚开学，然后他来给我送东西，送了一大包东西，都是生活用品，什么水壶、毛巾被什么都有，然后连指甲刀还有那个肥皂盒都有。我看见我觉得特别的感动，觉得他特别细心。现在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当然有，然后他对我好的事儿还有很多呢。大一的时候考4级，他就来给我送辅导书。他就是一个高中文凭，没上过大学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问来的，然后就给我送来书，而且送特别全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我没上过大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问我周围的朋友都需要什么书，但是我这个学历在打工的话也教不了几个说特别有学历的人，所以说我就买了一堆的书，各种各样的全给他送去了。然后他和我说，你这买这东西我根本就用不着，以后你别给我买了。他打工1个月工资就2000多块钱，我知道他买了那些书之后吃饭又得开始省着，然后我不也是为他着想吗？可能我那个语气然后说的有点着急啊。那他大概追了多久你成为他的女朋友了？他根本不是我女朋友。不是你女朋友，你们这个他就一直追我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年纪小，然后就不想考虑这些，然后想等着毕业以后，但是等到毕业之后他就不理我了。哦，等于他追了你4年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时候他就一直就是拿我当一个备用的一个替补队员，没有一个苦力。那时候跟我说他要搬宿舍，然后我提前请了1天的假，我从上午开始给他搬，一直搬到晚上了。那是大夏天的，外面蚊子特别多。搬完之后他居然都没告诉我，自己和他同学出去吃饭去了。其实我在他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，他把我忘了都已经。没有。你也知道那个女生宿舍一般都不让男生进的，他给我从那个楼搬到这个楼，然后就把东西放楼下，然后我就自己搬上去，然后搬上去之后我就在屋里一直收拾，我以为他搬完就走了呢，然后我也你以为？不这个我很奇怪，我必须得问一下了，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挽回他。不是，你们开始过吗？没有开始过，但是他一直追我。我现在毕业了，可以谈恋爱了。你之前你就是根本都没在乎过我。那时候他就经常和我说他朋友们用的手机多么好啊，他的手机就多么落伍，感觉特别有面子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工资1个月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，我攒了3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， 我给他送去了。送去之后，他当着我的面把我的手机号就存上了，存了一个在的字。存了一个什么字？一个在，就是这样的，在这里的在。我是一直拿他当好朋友，
然后我觉得我每次有事儿的时候，他都在我身边，我就是求了当个这么字。当时他这么和我说的时候，我也是心里特别高兴，我感觉在他心里面有一定的位置。对呀，我特别高兴。现在我一冷静下来，我一回想那个在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那就是我需要你，你就在我这儿；我不需要的时候你就去一边，根本没有用，想不起来。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你向他表白过吗？我也没正式的表白，就是像开玩笑一样，我说做你男朋友。那个时候我追你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我都说了嘛，家里不让我谈恋爱。到现在你还不说真话是吗？你还在欺骗我，还说你家里不让你谈恋爱。是。你怎么到这儿你还不说实话呢？那我问问你，大学4年你真没谈恋爱吗？没有啊。说我是追过他，他跟我说他大学不想谈恋爱，但是后来我一了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等到大4快毕业那年，我鼓足勇气，用了我半个月的工资，我订了一个咖啡馆，我又买了花，又买一瓶红酒。我跟他表白之后，他说你以后别再说这种话，咱俩根本就不可能。如果说你再这样，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当时我心里就是特别难受。然后我回去之后，我就给他发短信，他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当时我就手机丢了。你赶得真巧。后来呢？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找不到他，他停机了。我感觉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因为我追了他那么4年了，那时候突然他从我世界就像消失了一样，一点信息没有。我给他 QQ 上给他留言，也从来不回我。所以说我决定我去学校找他。我想问问你，我在哪儿来个表妹啊？表哥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呀？你还装糊涂是吗？那天我去学校，我就想找他嘛，我想把这些话都问清楚。学校之后，他的室友看见我了，但是我没看见他。他过来主动就跟我打招呼，他说：“哎，表哥。”我当时我就愣了，我说：“搁哪儿论的表哥呀？我不知道。”不是，主任。然后他不说吗？他说：“你不是那小霞的表哥吗？”我室友一直问我，他是你男朋友吗？为什么一直给你送这个送那个？我就没法解释，我就跟他们说那是我表哥，然后给我送。你听我说，主持人，后面还有呢。我就借着表哥这个身份，我就打听一下，是吧？我说小霞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跟她男朋友好不好啊？他说：“嗨，小霞那人你还不知道吗？几天就换一个男朋友。”我当时我听完之后，那个时候我都不能说特别相信，就是我无法肯定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我还是可以说是，还是在自欺欺人，还在欺骗我自己。我还是感觉是不是这个他这个室友，我跟他关系不太好，在诋毁他呀？其实那时候，我现在想想就是傻，我那时候太傻了啊。姑娘，大学期间到底谈没谈恋爱？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？那我问问你，那次打我的那人是谁呀？谁打过你啊？那有一次我在上班，突然过来一个男的，上来就打我一拳。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：“以后你不要再骚扰小霞。”不是那个人，我就不明白。那个人是他一直追我来着。然后我打电话我问他，我说这个人是谁呀？他说那男人一直骚扰我，一直追我，他变态。对，然后我就说我有男朋友，你是我男朋友，我没想到他过去打你。当时我还感觉我心里特别美，我感觉哎，我还能保护他啊。现在我一想，人家凭什么平白无故去打你？当时我还根本就想不过来，他说什么我信什么。你没话说了，那我再问问你，和你旅游的那个人是谁？不是你跟他呀？我没跟踪呢，那是5·1的时候，我上班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我一接他就哭了，他说我在外面和朋友出来旅游，我朋友自己走了啊，我回不去，有事没有钱。我当时我着急，我心里特别着急，我直接请假，我就坐飞机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他抱着我就哭，他说啊，要是有你这样的男朋友，那太幸福了，怎么样？当时我心里我特别高兴，我以为我就是他男朋友了呢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那你问这事儿干嘛呀？现在我一想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怎么能是朋友旅游？要是好朋友旅游，怎么可能1分钱不给他留，自己走了？肯定是什么有什么关系，吵架了，一气之下走了。人家这些话你怎么解释啊？说呀！我现在真的特别后悔，我以前做的那些事儿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承认那个是我男朋友。你不是说你大学没交过男朋友吗？我就是想你现在才承认，我在你心中永远是那个特别美好的。其实这些事情吧，今天不想说出来，但是你到现在你都不承认，我没办法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还有一次我才想起来。别说了行吗？
毕了业还有一回之后再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你才是一直在我身边的那个人。还有一回，就那时候我就找他，那时候我给他怎么发信息都不回。那时候我哥们儿就说他能试探出来他是什么女人，他申请个 QQ 号，加他 QQ， 我就在旁边坐着，我朋友把那个空间里面传一些豪车豪房那些图片，然后跟他去聊天，他居然当时就加上了。而且聊得特别开心，我一看和我们认识的这段时间态度都不一样。我朋友一说有车有房，他就有倒贴那种感觉。最后我朋友说咱们约出来吃个饭吧，他同意了，而且把住址告诉我朋友说你过来开车过来接我。但是我没去啊，就是开个玩笑。我朋友没去。你今天来干嘛呀？我心里也挺纠结的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因为他就最近一直联系我啊，然后和以前也确实有一些变化。毕业这一年，我天天都在想你，每天给你打电话发短信，你就是不理我。后来我是给你 QQ 留言，跟你约出来见面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的，结果你就是来了，你还是放不下我，对吗？我知道我有希望了，是吗？我现在真的改了。你一直没有明确的告诉他你是谈恋爱的是吗？从来没有告诉。他还经常跟我说我大学4年我不想谈恋爱，当时我就信。你是不是觉得你为他付出很多很冤枉？我感觉我为他做这些事根本就不值得。现在在你的心里这个姑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？水性杨花。这话说的很难听啊。你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突然就发现他是个好小伙了是吗？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才发现真的没有人再对我这么好，而且是这么无私的奉献啊，都是有目的的。那你自己给你大学这4年，你给你自己做一个总结，你觉得你过去那4年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我以前真的是不懂事儿。你现在明白你在要什么吗？我明白。你在要什么？我希望他能回来，然后像以前那样对我，然后我也会像以前你对我那样对你。现在你是身边没有人宠着你了吧？你是不是就缺少像我这么一个就是无时无刻随叫随到的人？就从咱俩再联系再见面这段时间，我的改变难道你看不到吗？你过生日我亲手给你做蛋糕，我以前可能连你生日是什么时候都不知道。是你最近变化是挺大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。我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回来，你能原谅我。你到这儿了，你刚才你刚说实话，刚承认。没来之前你也说你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今天到底为什么来？这些事情我也想彼此做一个了断，把这些话说清楚嘛。说清楚是分开还是在一起？这个我当然是在一起了。我觉得想让老师们来劝劝他。我现在基本上听明白了啊，这叫轮回是吧？4位老师，你们说行还是不行啊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真累的，第一次来这个节目，我感觉非常累心。你知道为什么累心吗？我看你们，我很高兴。其实你们很年轻，你才24岁，他也才24岁，2个人实际上有宝贵的生活。可到现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了。孩子，我先说你优点，你开始很好，后来受了骗了，觉得受他伤害了。你4年，你可能觉得我自己白给你那么爱你了，是不是这样想的？我告诉你，孩子，你继续按你那样去做吧。他之所以能回头来找你，是因为你真棒。前面你回顾一下自己，你能不能一生对这个女人这样好呢？想一想。但是我不知道他。等会儿，你不管他，不管对方对你好与不好，你要对他坚守住。你看什么情况？你只干了4年，人家回头1年以后回头来找你来。如果你这一辈子都对他，他能离开你吗？孩子，我付出对别人的爱，我真情的对一个人的时候，不要找回报，这是买卖关系，这个东西买不来的。你对他好就是好，一直保持下去有什么关系呢？至于他对你好不好是他的事情。姑娘，人一生当中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做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走了很多弯路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没关系，要下决心把它改了，只要悔改改过来，我以后再也不那样，多宝贵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小伙子一直在纠结，
你4年的努力，你今天那样纠结，你还是在乎他，但是因为你觉得他骗了你，他没有真正的襟怀坦白的面对我，我相信你也不一定是那么襟怀坦白的对他。老师，您别指责他，你就让他回来就行。没有在帮助他，没有指责他，没有孩子多好。因为我们可能年岁大吧，看到你们的单纯，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，都有瑕疵。如果他回来说特别珍惜你，特别在乎你，觉得自己错了，你就难道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吗？今天有可能就又擦肩而过了。自己想想，你再从心里想想，他是不是你寻找的那一半？如果他身上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是不是还要选择他成为你终生的伴侣？你们经历了5年，我觉得很宝贵。你们如果要是能够单纯的这样下去，你真的能原谅他，他真的能悔改，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我说完了。好，谢谢李老师哈。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相互的。其实你们在5年当中，你们没有谈恋爱。在过去的4年里，是你在追他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他没有看上你。而现在呢，他其实对爱情有了新的领悟，因为面对了社会，知道哪些是真善美，所以他会觉得你现在才是他真正的那个爱。那为什么之前你这么样的付出，他没有去领悟到？而现在悔改了，你又觉得很担心，就是因为你们俩都出了问题。你的问题在于爱的方式不对。你觉得你倾你所有去给他买 iPhone， 去请了假，买了机票去照顾他，去给他买很多东西，就能得到爱情吗？这样得到的，对方看上的也仅仅是你的付出而已，不是你这个人。而你之所以这么一味的去做，而又被他简单的谎言去欺骗一次又一次，内心深处背后的原因是你比较自卑。你是高中学历对吧？他是大学生。对，你在骨子里觉得你是卑微的，你怎么能够得到他？唯一方式就是不断的付出。你生怕他看不上你这个人，现在也是一样。你现在也生怕他再次看中的仅仅是你的付出，所以你彷徨，送上门来不敢要了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解决你的问题很简单，塑造自己。你把对他的精力放一半，提升自我能力。真正的爱是吸引来的，不是通过物质能够换来的。所以怎么检验他是否这次真的是爱上你，真的是悔改了？太简单了，不要再去一味的付出了，因为你每花出一份钱得到的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千万不要那么做。女孩也一样，之前你贪图她的物质的小便宜，而且贪图她感情上付出的大便宜，你的确是错了。你现在知道真正的爱应该是像她那样不计回报的爱，所以呢，如何能够证明你现在对她的是真爱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对她爱？就是从第一，不再需要她任何的金钱的付出；第二，不要贪恋她单方面的照顾；第三，不要索求她的付出。你应该学着她当时对你那样，你去付出，你换回的是这个人，你爱上的也是这个人，所以那会儿你们俩之间的问题就会解决。我们都很善良，我们都非常善良的相信人是可以蜕变的，我们非常愿意相信人人都可以浪子回头，但是有的时候面对于欺骗于我们的痛苦，我们难道都不可以惆怅一下吗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第二次第三次，因为有的时候事实告诉我们现实很残忍，今天还可以是朋友，明天就有可能叛变。当欺骗我们的时候，请问谁来为我的痛苦买单呢？美丽的事物总是让人心软的，尤其是梨花带雨的时候。面对于这样一个楚楚可怜又浪子回头的女生，我怎么忍心去责备你？但我想反问一句，是的，某些风气真的很不好，但我们难道不能把握自己？为什么有些女生可以，可偏偏你不能？当然我不是想揪住你这句不放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以后别再吃亏了。
当你在要求别人原谅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反问你一句：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知道一个高中生的男生在校外痴痴的等待你，等待了一晚上，你搬着东西在上面一直收拾东西不管别人？你怎么可以拿着别人3个月的工资给你买的 iPhone， 你只存下他的名字是一个赞？你怎么可以？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谴责你，我想告诉你姑娘，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分不清楚谁是真正爱你的人。你现在痛哭流泪，说明你内心有了触动。如果今天就这么对你善罢甘休，和颜悦色的原谅你，我想对你是坏处。我必须要抽你的筋，拔你的骨，才能让你知道将来好好的珍惜这段爱，真正爱你的人。否则的话，我觉得我坐在这儿，我是不负责任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很傻很天真，我太年轻了。是，这的确是事实，但这不能成为自己堕落的理由。如果今天在这个电视节目上，我这么和颜悦色的原谅了你，那我相信很多类似的女生都会认为，对于男生无端的献殷勤，我就应该来者不拒，我为什么不呢？反正我又没动真感情，就像你所说的，我根本没有谈恋爱。那样的话，我相信是害了更多的女生。我相信你大概是愿意回头的，因为我找不出理由你要到这个舞台上来找骂。凭着你的花容月貌，其实如果你要依然过以前的生活，你是可以过的。我相信你是有一定的悔感，想要回来意识清楚这个男人对你单纯的美好，是你这一生最珍贵的记忆。今天你想把它拿回来，而且是这么的迫不及待，但是你有一点做的太不应该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在这个舞台上，你虽然流着泪，却没有敞开心扉。是男生一步步的逼问你，你才抛开了自己。如果你是有诚意的，你一上来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坦白自己，赢得对方的信任。因为你的这一点点在舞台上的难堪，比起他5年来的相守厮守来说不算什么的。我不是怕自己难堪，我是害怕，我也万一他让他知道我是这样，以前这么对他，他还愿不愿意？所以说接下来就是我要说他的问题。如果他要是真的爱你，爱你的所有，放下一切，他便不会在乎这些。每个人都有过去，我们没必要抓着别人过去不放，端着过去的一些影子，是为了更好的过着将来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其实你也没什么好屈的，那是你心甘情愿的付出。对于女生，如果你要是真的认为这个男人是你美好的生命当中的东西的话，那你应该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，以当年他对你10倍的好来对他。这样的话，我认为才是你真正的诚意所在。而男生，如果你要是真的眼里揉不了沙子的话，就早好早散，不要背着一个包袱再去继续下一段的感情。如果你能够揉得下这个沙子，那就放下前嫌，好不好？哎，苏老师说的多好，年轻就好，年轻有机会，年轻可以犯错。真的到了一定的岁数，再犯错，爬就爬不起来了。还好年轻，所以自己选择，想爱就去爱，不想爱了给个痛快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真的知道我以前错了，我为你做的那些改变，你都看到了，对吧？我知道你其实就是在犹豫，你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变了，还是我还是以前的我？我会用时间来证明，你以前那么爱我，你现在也可以这么爱我的，没有是说突然不爱就不爱了。我现在我不知道。你别说不知道了。你最近的改变我也是看到了，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来，就是想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，把这些话跟你说一说。你确实变化很大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。你愿意接受我，对吗？你一定要接受我。两位换箱子吧。你又要出来。来，请关门，各
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！如果你是这个男生，你会原谅他一次，给这段爱情一个机会吗？原谅选择接受，不原谅选择反对。各位请选择。现场57.89%的人是不原谅的，42.11%的观众朋友选择的是原谅的。我们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。我不太赞同他们俩在一起。我觉得可能在以后，就是他在面对什么诱惑的过程中，可能还会动摇吧。我表示赞成，因为女生既然愿意过来，说明她已经有诚意了。另一方面，对于男生嘛，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发展成为一段美好姻缘的话，我们应该比较恭喜。即使他们没有在一起，就算吃一堑长一智吧，男生也能得到一个教训，我觉得。接下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来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稍后继续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是如冰如洗如一别哭了。这个是男生给女生的箱子是吧？男生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当时为了追你，现在还欠朋友1万块钱没还上。你写这个的目的是啥呀？你为啥出来吧？你告诉我。因为他一哭，我也看着挺心疼的，我感觉又像以前那样，我感觉我应该给我们两个的感情一个机会。所以女孩，我问一下，当你看到这人还欠着1万块钱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做呀？我们俩以后一起努力。我自己就能还。哎，来，有请小花童。哎。”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。当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心爱的人的时候，希望你在心里说爱要有你才完美。同时要感谢智生活想人生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刻吧。你愿意娶我吗？嫁给我吧，嫁给我好吗？不哭。谢谢老师们，真的，我今天没白来。谢谢老师，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幸福啊！